寿命与体重的关系被发现，60岁后这样的体重刚刚好，你达标了吗？老马，你看我这肚子是不是应该减肥了？李阿姨拍了拍自己的肚子，一脸苦恼地说。最近李阿姨总是在手机上刷到控制体重的帖子，甚至还有很多专家表示，上了年纪之后一定要控制体重，体重超标很容易引发疾病，比如心脏病、高血糖等问题。不过老马却有不同的观点，李阿姨平时作息规律，饮食也都非常健康，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，甚至连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都没有，所以老马觉得没必要减肥。关键人家都说胖一些更加有福气，李阿姨现在这个体重刚刚好，那现实到底是怎样的呢？体重真的会影响到身体的寿命吗？上了年纪之后，到底什么样得到体重更好呢？研究发现，体重影响寿命长短。很多人都追求苗条的身材，但是殊不知从健康层面来讲，并不是越瘦身体越好，甚至瘦人会比胖人更容易受到伤害。针对这一问题，国外做过多次调查，调查数据显示，60岁以后胖瘦会影响到具体的寿命长短，而结论也让人大跌眼镜。胖人的平均寿命要比瘦子长很多，基本在5到6年左右。换句话说，瘦人的身体素质会更差一些。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瘦人的抵抗力比较差，更加容易受到病毒的侵害。上了岁数之后，本来自己的免疫力就会受到影响。一点点的细菌都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，这是因为瘦人每天吸收的营养会更少一些，身体蕴含的能量不足以维持正常的运转，甚至可能会导致出现严重的问题。关键太瘦也可能会存在营养不良的情况，比如缺乏蛋白质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，长时间的营养不良，很容易导致各种出现贫血、低血压，摔倒后也更容易出现骨折等问题。因为身上的脂肪储备很少，整体骨骼会更加纤细一些。一旦出现意外摔倒等情况时，很容易导致骨折、骨裂。而胖一些的人有厚实的脂肪做缓冲，往往只会出现轻微的磕碰、红肿问题。所以年纪越大的人，体重稍微高一些会更好。身体是否健康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，但是不可否认体重对其的影响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体重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那么这里也有一个疑问，都说太瘦更加容易生病，那么到底怎样的体重才是最健康呢？尤其对于上了60岁的老年人，达到什么样的指标才能够健康长寿呢？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，太胖的话也会造成高血压和血稠等问题。经过研究和调查发现，体重严重超标导致身体的脂肪含量比较高，平时走路和运动的时候会消耗更多的氧气，这就需要心脏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血液，时间久了会导致心脏出现问题。其次，根据国际体重标准来看， BMI 值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，也就是通过体重和身高的换算，得到一个相对科学准确的数据。经过研究发现，60岁以上的人 BMI 值在25附近会更好，平均寿命要远远高于其他人。更重要的是，体重维持在这个区间，患病的概率大打折扣，生命质量直线上升。比如一些常见的三高等问题都会慢慢的消失，极大的提升了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整体的感受。超过60岁的老年人吃什么才能保持健康的体重？60岁正处于长寿的关键时期，只有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，才能够更好摄入营养，给身体提供更多的养分，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。但是我们平时接触到的食物特别多，到底怎么吃更加健康呢？重视营养的摄入，讲究均衡搭配会更好。60多岁的老年人不仅仅身体状态不如年轻的时候，体内的钙、维生素等物质流失的也很快，所以更需要通过饮食摄入，及时的给身体补足营养。一方面，平时要多吃丰富的蔬菜和水果，水果中含有多种维生素，经常吃水果，皮肤状态也会越来越好。比如蓝莓是天然的抗氧化剂，多吃蓝莓可以帮助身体更好的抗氧化，同时降低炎症反应。苹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纤维，能够更好的控制血糖，老年人常吃好处多多。除了维生素之外，还需要多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。优质的蛋白质可以更好的激活细胞，给器官提供养分，更好的运转。
关键蛋白质还能够提高免疫力，提高对病毒的抵抗力。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鸡蛋、豆腐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。老年人平时多喝一些牛奶或者奶制品会更好一些，因为奶制品中含有丰富的钙，可以增加骨骼的强韧度，减少骨折风险。同时还可以增加钙的吸收，缓解关节和四肢因为缺钙出现抽搐、疼痛。天气变冷的时候，可以早起热一杯牛奶或者泡一杯奶粉，既可以暖胃，还能够顺便补钙。如果乳糖不耐受，喝牛奶会拉肚子或者呕吐，那么可以换成羊奶或者驼奶，营养元素更多，而且口感也会更加美味。老年人平时可以多喝一些。3. 想要身体健康长寿，一定要做好下面这几件事。除了营养食物的摄入外，健康有规律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也能够更好得到保护身体，让我们达到理想的长寿状态。尤其对于过了60岁以后的老人来说，吃好喝好非常重要，能够轻松的提升状态。1. 不要总吃剩菜剩饭。岁数比较大的人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，所以相比年轻人，他们往往更加节俭，不喜欢过度的浪费。这一点在饮食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一些吃剩的饭菜总是放在冰箱里，热了一遍又一遍。其实剩菜剩饭中不仅含有许多细菌和病菌，还会产生非常多的亚硝酸盐，这些物质对身体都是有害的。关键经过反复的烫煮之后，饭菜里的营养物质也逐渐流失，长期吃剩菜剩饭容易引起营养不良。2. 注意饮食的温度。老年人的肠胃相对会更加脆弱一些，所以更需要我们注意一下饮食。一方面不要暴饮暴食，一次性吃太多会加剧胃部的负担，让其超负荷的运转，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些肠胃上的毛病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食量适当的吃饭才好。另外一方面，晚饭不要吃得太饱，在傍晚的时候，人体的新陈代谢能力会变差，吃得越多越不容易消化，不仅仅会引起胃胀，还可能会刺激到胃黏膜，引起胃部的疼痛。此外，从饮食的角度出发，老年人也不适合吃太烫或者太冰的食物，它们都属于具有刺激性的食物。太烫的食物可能会伤害到食道和胃黏膜，引起剧烈的不适感。经常吃冰的食物会导致腹泻、肚子疼等问题，也需要大家及时关注。3. 每天喝够白开水。经常喝水对身体好处多多，它能够调动身体的代谢，使得血液流动更加顺畅，垃圾能够更好的排出来。但尽量不要在晚上大量的饮水，否则可能会频繁的起夜，影响到睡眠的质量。另外，太烫的开水和太冰的水都不建议大家喝，尽量还是喝一些40度左右的白开水，可以及时的调动身体的代谢。4. 尽量吃一些软烂的食物，因为老年人体内的消化液和消化酶会有大幅度的减少，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问题，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，所以建议大家尽量吃软烂一些的食物，比如红薯、紫薯、土豆等等。在食用的时候尽量多煮一会，这样才可以更好的被人体吸收。而且相对于油炸等烹饪方式，蒸煮会更加少油少盐一些，可以避免油脂对身体的伤害，同时避免肥胖等多种问题。5. 保持规律的运动。老年人多做运动也能够更好的延长寿命，可以更好的锻炼身体。有规律的运动，比如慢跑、打太极等等，可以更好的提高心脏的供血能力，让心脏更加强健。不仅如此，在运动的过程中，双腿和手臂都能够充分的舒展，带动身体活动，时刻保持良好的精气神。但是老年人也不要做一些游泳、快跑等剧烈运动，容易造成意外扭伤。结语：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，维持合理的体重是最低成本的长寿秘籍。体重刚刚好，可以避开肥胖导致的基础疾病，同时也可以避免瘦弱带来的营养不良等问题，可以更好的提升身体的状态。但是大家也不要过于焦虑，对照 BMI 值衡量自己的体重是否在正常范围内，这样才能够更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整。